伊朗100万大军备战，美伊地面战会怎么打？随着中东局势的全面加剧，美军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的可能性正在呈指数级飙升。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已经搭乘的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抵达了中东海域，第11远征部队也正在路上，4月上旬就能抵达战区。毫不客气地说，美军现在在中东战区集结的总兵力已经正式突破了5万大关，航母、2栖攻击舰、战机塞满了波斯湾。只是如果美军真的打算在伊朗本土开启一场全面地面战，这点兵力真的不够。伊朗已经准备了100万大军。那么美伊之间的地面战到底会不会全面爆发？一旦开打，战局会如何发展？当前的中东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乱，也门胡塞已经正式下场参战，美军的一架E3预警机也被伊朗击毁了一架，局势进一步升级。就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分析的那样，现在的美国正在考虑最终的战略打击选项，这其中就包含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地面突袭行动。这一点美军已经考虑了很多年了。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爆料，他表示，这么多年来，美军高层其实一直都在暗中筹划怎么针对伊朗南部海岸以及那些散落在波斯湾的小型基地，搞一出夺岛奇袭，重点就是哈尔科岛。如果美军真的发动闪电突袭，把这座岛给强行占领了，那将直接切断伊朗的经济大动脉，从根本上重创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这项战术的最大优势在于，美军不需要费时费力摧毁伊朗本土那些戒备森严的炼油设施。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也拿到了内部消息，指出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可能持续数周之久的地面作战绝密计划，包含特种作战部队与常规步兵部队的突袭行动。只是伊朗也不是傻子，为了应对美国随时可能升级的行动，伊朗军方早就进入了战备状态，开始疯狂爆兵。根据伊朗军方高层以及官方媒体各个渠道露出来的情报，伊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并组织了超过100万人的武装力量，就等着迎接美军可能发起的地面战斗。这100万大军不全都是传统的正规军士兵，这是一个复杂的混合战斗序列，里面包含了现役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甚至还有大量的青年志愿者，为可能的地面战做好准备。至于这个数量是不是真的，火力军的看法是没问题。伊朗的军事力量由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共同构成，这两大巨头在行政管理和任务分配上可以说是既有深度的交叉重叠，又在指挥链条上保持着绝对的独立，各玩各的。而这种奇葩结构的设立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军方内部搞政变，确保最高政权的绝对安全，互相制衡。在2026年初这场大战即将爆发之前，伊朗的现役总兵力大约维持在61万人，其中国防军占了大头，大约有42万人，由海陆空和防空军4个军种组成，他们主要负责国土的防卫阵地、漫长边境线的守备。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人数大约为19万人，可以说是伊朗的御林军，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负责最高端的非对称作战，承担着保卫核心政权与核设施的重任。剩下的则是巴斯基民兵与志愿者。随着2026年战局恶化，美伊联军对伊朗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核设施以及多个高级指挥中心实施了猛烈轰炸。伊朗内部虽然乱，但还有忠诚于政府的人。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官方渠道证实，近期有大量伊朗青年向各地的巴斯基征兵中心、革命卫队中心和陆军征务中心提交了参战申请。其中巴斯基民兵主要负责城市巷战、关键基础设施的护卫以及战时的社会治安维持，而那些海量的志愿者则是打消耗战的备用兵力，作为地方性的防卫单元跟美军打游击。这种动员规模其实在伊朗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当时的伊朗在武器装备上被伊拉克按在地上摩擦，硬是靠着这种恐怖的底层民众动员，弥补了技术代差造成的兵力缺口。这一次的美伊之战搞出这么大的规模，也是类似的想法，试图通过这种近乎变态的数量冗余来强行对冲美军的绝对优势。对于伊朗来说，这也算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就常规战力来讲，伊朗比美国差了很多。如果是地面遭遇战，那就是 T72 魔改版对抗 M1A2。伊朗陆军的主力坦克多为老旧的 T72、M60以及国产卡拉尔坦克，也就是 T90 的仿制升级版。面对美军的 M1A2、SCP-V3、阿帕奇以及 A10， 伊朗的装甲部队缺乏现代化的主动防御系统和战场数据链，只能是活靶子。空中战力就更别说了，
伊朗空军主力依然是几十年前巴列维王朝时期留下的美制 F-14、F-4，以及少量老旧的俄制米格29。即便近期引进了俄罗斯的苏35，也无济于事。F-22、F-35不会跟你开玩笑，制空权一旦丧失，装甲部队就是活靶子。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能做的只能是游击战，不跟你正面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面对镜头时曾放出狠话：20年来一直在研究美国军队，并从中吸取相应教训。伊朗为此弄出了一套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地下军事网络结合周边代理武装力量共同协同执行的分层防御战略，名字叫马赛克防御体系，也就是将整个伊朗广袤的国土切割成大大小小的防御网点，并将指挥节点化整为零，整合进了这套马赛克防御架构。哪怕基层作战单位失去来自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指令，他们依然能在当地指挥官的带领下，利用手头的武器，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具备极强的独立作战能力，确保伊朗不会像2003年萨达姆的伊拉克政权那样，在短短26天内就发生兵败如山倒的雪崩式崩塌。这种马赛克的奇葩架构最大的作用就是让美军走得慢一点。大家都知道，伊朗的地形复杂，特别是西部那道绵延了整整1500公里的扎格罗斯山脉，还有北部的鄂尔布鲁士山脉。于是，伊朗将全国划分为31个战区指挥分区。即便德黑兰今天宣告陷落，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百万士兵依然能在本地存活的革命卫队指挥官带领下，依托山地和城市继续负隅顽抗。这意味着美军的补给站、后勤运输车队都随时可能面临袭击。伊朗的目的就是将战争转化为小规模的治安战，以此来抵消美军的高科技战场感知优势。除了以上这些，这百万大军还有一层作用：情报价值。那些穿着便装的巴斯基民兵分布在伊朗的每一条街道，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实时监测，并向就近的地下指挥部上报美军的精确坐标。美军进入伊朗后，就需要面对民兵叛乱、路边炸弹和各种破坏活动，长期驻扎成本大幅增加。既然伊朗这么难啃，火力军很好奇美伊之间的地面战争会如何发展。如果美军最高指挥部启动地面攻势，火力军估计这场战争的演进轨迹大概率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前置突袭与跳板夺取，在战争初期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内陆攻势，而是先肢解伊朗，比如夺取哈尔克岛。美军部署在波斯湾的海军陆战队将在 F-35、战斧等武器的掩护下，对该岛实施2栖登陆夺岛作战。同时，美军特种部队将配合海空力量，对大小通布岛和阿卜穆萨岛这几个极其碍眼的岛屿发动闪电突袭。任务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拆除或者炸毁岛上那些隐藏在山洞里、对美军航母构成威胁的反舰导弹阵地以及超视距雷达。与此同时，美军的王牌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将在夜色的掩护下，通过低空伞降或潜艇投放，渗透进入扎格罗斯山脉腹地，用激光照射器去标记伊朗深埋在山体内部的导弹城以及地下核设施位置，为 B-2的大规模精确轰炸提供坐标。第二阶段就是地面作战。鉴于伊朗南部海岸线被经营了几十年，防御极其严密，以及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存在，美军大概率会虚晃一枪，选择从西北方向强行进入。多方兵棋推演显示，美军极有可能利用其在暗中与库尔德武装或者是阿塞拜疆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借道他们的领土，将擅长机动作战的第82空降师与第101空中突击师通过大规模空运部署至伊朗防守相对薄弱的西北部地区。紧接着就是从靠近阿塞拜疆边境的伊朗重镇大布里士出发，一路向南杀到首都德黑兰。这条路径相对来说要平坦得多，适合美军的轮式装甲车和坦克狂奔。目的就是通过威胁伊朗心脏地带，迫使那些已经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指挥部放弃坚固的阵地，向德黑兰回援，然后在半路上利用空中优势将他们集中歼灭。如果这些所谓的地方指挥部不管不顾，也就意味着德黑兰或许会快速沦陷。结果就是通讯被切断，伊朗这31个战区指挥分区只能各自为战，无法组织起哪怕一次像样的战役级反击。并且伊朗内部的问题也很大，伊朗的边境地带分布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且一直存在活跃的反政府武装，比如西北部的库尔德人、东南部的俾路支人、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一旦德黑兰沦陷，这些边缘省份极有可能立刻爆发动员，美军特种部队只需空投武器就能让伊朗陷入内战。伊朗的新一代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也对伊朗政权不满意。在新一轮美伊冲突之前，伊朗内部就动荡不断，地面战会加剧这一情况。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不排除伊朗人民向美军提供情报的可能。第三阶段就是大规模内陆遭遇战，在特战队与空降部队的冲击下，
伊朗在短时间内就会陷入混乱。这个时候，美军的装甲纵队就有了发挥空间，进入伊朗给予致命一击。不过相对的，伊朗经营多年的100万动员兵力就会发动游击战。伊朗不是伊拉克那种一马平川、随便坦克飙车的平原荒漠，扎格罗斯山脉不仅会把美军机械化装甲师的速度拖慢，那种地形极其复杂的深谷地带会削弱美军战机和无人机的空中优势。当年美军在伊拉克沙漠里长驱直入，几天就攻克巴格达的神话，在伊朗这边重演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就算美军指挥官指挥舰队通过2期登陆作战，在波斯湾沿岸建立起了一个滩头堡，向伊朗内陆腹地挺进时，面临的依旧是游击战。这意味着损失，意味着消耗时间。伊朗在边境线上早就部署了反坦克导弹网络，再算上背后有俄罗斯暗中提供的情报支持，美军地面重装部队无法快速推进。最终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后，美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把整个推演看下来，结论已经极其明显了。伊朗的马赛克防御体系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一旦中央指挥系统瘫痪，伊朗最先面临的可能不是美军的刺刀，而是内部解体引发的全面内战。不过即便如此，在火力军看来，在本次冲突中，美国不会向伊朗发动全面战争，原因很简单，这个代价是特朗普不想也不能承受的。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个问题，那美军如果真的想彻底拿下伊朗，到底需要派多少大兵过去？答案是远超过去的局势冲突。1991年的海湾战争，这是美军现代兵力运作的巅峰之作。为了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美军主导的联合部队动员了大约95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美军约70万。这场战争打得确实漂亮，在地面战阶段仅仅持续了100个小时就把萨达姆打服了。不过为了这100个小时的辉煌，美军在此前可是经历了长达数个月的沙漠盾牌行动。相比之下，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的战争策略发生变化。在战争初期，仅派遣了大约13万至15万地面部队，直接杀入伊拉克，试图通过高空轰炸配合地面突进的震慑战术，迅速击垮萨达姆政权。就结果来看，这个战术没问题，伊拉克正规军在数周内土崩瓦解。但由于美军兵力不足，战后根本无法控制局势，随之而来的就是游击战。美军不得不在2007年实施了激增计划，硬生生将驻伊兵力提升到了近16万人。在阿富汗，中阿美军在2011年的巅峰时期达到了大约10万人的规模。这还不算完，如果再加上北约盟军的人数，总数接近了近14万人。这么多装备着最先进武器的军队进去，依然无法完全控制这个地形极度复杂、到处都是山洞的国家。说到这儿，大家就能看出来了，伊朗的领土总面积是伊拉克的近4倍之多，入口更是伊拉克的3倍以上。为了控制住沿途的每一个交通枢纽，保护后勤补给线，维持对伊朗大城市的武力占领，美军就必须在每一块区域都部署远超海湾战争时期的兵力密度。不仅块头更大，伊朗还拥有比当年伊拉克更先进的军工技术，拥有自己的导弹工业，并且具备社会动员能力，战力也还行。面对这种情况，美军不仅需要海量的一线地面战斗部队，还需要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甚至比战斗部队还有多几倍的后勤支援团队。美军以往在伊拉克或阿富汗那种动辄数万甚至10余万规模的兵力，根本无法全面占据伊朗，而美军当前在中东的兵力也无法支撑一场大规模地面纵深作战。如果美国这次的终极战略目标是想像当年打萨达姆那样彻底占领伊朗全境，那所需的兵力规模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据卡托研究所及相关权威军方智库的联合沙盘分析显示，如果想达成这个目标，美军需要的总兵力可能高达160万人。退一万步说，美军对伊朗发动了全面地面攻击，那他将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超21世纪以来美军在全球参与的任何一场武装冲突的总和。我们先算算经济账。2026年3月，五角大楼向国会递交了申请，要求紧急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特别拨款，用来应付中东的开销，并且一旦开打，全球能源市场就会乱套。随着近期冲突的不断升级，布伦特原油的国际基准价格飙到了每桶120美元左右。如果地面战正式全面爆发，国际油价极有可能在短短数周之内直接突破每桶200美元。能源价格暴涨将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成本原地起飞，欧美各国的通货膨胀将彻底失控，物价飞涨，最终引发世界性的经济问题。权衡利弊之下，目前摆在美军案头的仅仅是小规模突袭方案，特朗普也是这样想的。来自五角大楼内部的消息人士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熬夜制定的几套作战方案里，大家更倾向于走小而精的突袭路线，比如之前提到的集中海空优势火力，一举夺取产油重地哈尔科岛，或者派特种部队去深山老林里搜寻并破坏核材料中心。至于那种全面内陆占领计划，基本已经被高层当成废纸扔进了垃圾桶。特朗普也更倾向于特种作战，他想要的仅仅是石油。大家应该都好奇，美国跑到中东对付伊朗到底是为了什么？特朗普的说辞一天一个样，
危机刚爆发时，他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解救被压迫的伊朗人民，是为了和平，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毁灭世界的核武器和远程洲际导弹。现在的剧本已经变了。特朗普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老实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夺取伊朗的石油，而采取此类行动将意味着必须占领哈尔科岛。从这个角度考虑，特朗普不会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也许我们会占领哈尔科岛，也许不会，我们有很多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那里驻扎一段时间。当被问及哈尔科岛上的防御状况时，他回答道，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防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将其拿下。并且从特朗普近期的表态中，我们也能看出来，他对地面进攻的兴趣不大。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向助手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仍大体关闭，也愿意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强行重新开放该水道，将使军事行动超出原定46周的时间框架。特朗普连1个月都不想超出，更别说时间更长的地面战争了。美国国内也是类似的看法。根据美国权威机构 CBS 新闻与知名民调公司鱼观最近联合民调数据显示，针对是否支持美军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这个问题，高达60%的美国受访民众直接对着镜头摆手，表达了极其强烈的反对立场。支持开战的激进派仅仅占了40%。到这里，火力军就可以给大家交个底了。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劳民伤财的全面地面攻势，但夺取哈尔科岛大概率已经箭在弦上。然而，即使这种所谓的小规模突袭，风险也很高。任何形式的地面冲突都极有可能瞬间点燃火药桶，从而导致不可控的结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什么时候才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行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